其实凤梨它原来是产在南美洲，一个南美洲的东西为什么会来到台湾？那其实就是跟15世纪的时候，我们讲这哥伦布发现新大陆。欧洲人进到美洲之后，开始就进行了非常多，不管是人种、物种的交流。那凤梨就是因为这样的脉络而传到世界各地去。大概在清代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们的闽粤先民他们来到台湾，那个时候凤梨就进到台湾来。那台湾天气非常的温暖，很适合种植凤梨。这样的生食的凤梨，后来日治时期其实是一个关键的转捩点。罐头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由日本所带进台湾的。我们都知道，其实凤梨很容易坏，那就可以来制成凤梨罐头。当时台湾曾经有变成是全世界数1数2凤梨罐头的生产国。1960到1970开始，一路慢慢的从200万箱，然后出口到400万箱凤梨罐头。但是后来呢，因为东南亚地区，他们因为也很适合种植凤梨，而且他们的这个劳力比台湾更加的便宜，所以整个重心就移到那里去。那因此就有业者想到说，台湾不是都有大饼吗？不然我们就来利用这个凤梨，把它放进这个饼里面去。那因此呢，凤梨酥就逐渐的成为我们台湾一个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个点心。在我们台湾这种祭祀的文化里面，很喜欢把凤梨当祭祀品，然后拿去拜拜求平安。这个谐音台语讲就是翁来嘛，希望一切都好。现在在市面上最普遍、最主流会被拿来制作成糕饼的水果就是凤梨。凤梨很适合被制成内馅，入到糕饼。前几年我都会买凤梨酥去送我国外的朋友，那近几年他们就说你不要再送我了，因为每个台湾朋友来，他们都送我凤梨酥。凤梨酥跟台湾的关系，当然源头就是凤梨跟台湾的关系。凤梨曾经是台湾一个很重要的外汇的来源。那我们小时候反而凤梨酥比较少，但是很熟悉所谓的凤梨罐头。一圈一圈的凤梨罐头拿出来，夹着刨冰吃，那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台湾凤梨的味道。威尔山就在用的所谓的开英23号，它是没有办法很长久的放，摘下来以后很快就必须要吃掉，或者必须要做加工品。当台湾有那么大量的凤梨在生产的时候，除了一大部分做成凤梨罐头外销以外，那另外也把盛产的东西做成一个甜点凤梨酥。威尔山就是一个左邻右舍大家联合起来做的一个企业和产业。没有这些农民、这些左邻右舍、亲朋好友加入这些公司来一起削凤梨啦，一起做凤梨酥，那威尔山丘不会有今天这个状态。因为国际的贸易的进来，有很多的台湾的农产品，让台湾的农民遭受到很多的冲击，就像创办人的弟弟一样，本来种茶叶，想要去转型。市民人因弟弟，伊早是种茶嘛，到尾啊，八卦山的茶啊吼，较没落啊，所以讲因弟弟是算命，伊就改道啊。啊，落尾因讲啊，无咱遮在地都出产往来，啊，伊毋则怎啊去做往来酥啊？阮兄弟啊，当初时就拢在种往来啊，啊，所以讲就慢慢演变，甲市民人啊吼，
伊就甜啊、爆香啊，发到围肉山烧做王来酥。要做王来酥，就爱用二号王来，因为伊就是有迄个果酸，迄个果酸做出来的物件，实在足香的啦。新款的王来都无通二号王来香，但是啊，即摆就是讲要做王来酥，二号王来已经少啊，所以伊伫创业的时阵，真正要摕到好的二号王来少。我教阿明，有时阵啊，要买王来啦，弄落冰冻啦，两个安尼吼，像眼头的啦，去到冰冻讲买王来，一斤20几块，咱还买落，有时欠配啊，无办法，只好就买点。落买遐买的，南部无啊，换店啊，民间乡。伊甲我讲解，你去买啦。我讲哦，迄好买啦，绝对爱用客造的模式来蔬果才有法度。按鼓励在庄的人种这个土凤梨、2号、3号，好的然后才会固定嘛。所以讲，伊就叫我去组一个班。阮这山顶市里有一个王来班，拢来种土凤梨。我别园啦，阮的土地拢承租的嘛，遐地主啊，若看起拢足欢喜的。第一点有钱通收到，王来酥通食，我当然你欢喜啊，对无？咱就一个伴手礼嘛，去到人家啊。所以讲啊，我的亲情，我的朋友啊，实在讲的啊，拢总送啊。我认为讲这个朋友会交的，我就送。伫中秋节里啊，可能超过20几万吧。对我这个种王来讲，要送20几万啊！我当时啊，我讲安尼敢对？第一点，我就是讲在地的，在地的如果较贵，咱还要攀场啦。在地的产业，咱爱顾，咱若无顾，食要来甲咱顾。去年的中秋，我若像买迄落来可能400-500吧。阮爸安那甲我讲了，你哪月饼啃规厝间哪是咧啃的哪？我讲安都当时送礼啊，咱该送的才爱送，对无？通常在台湾做凤梨酥了，大概都是买现成的酱来做。维乐山就比较特别的是，所有的水果处理、制酱都是自己来。那大部分在那时候的凤梨酥不是圆的，就是正方形的。那创办人许明仁先生觉得说，要应该粗犷一点，做的方方正正、有棱有角。原来这个品牌其实想做的就只是一个栽培的工作，后来陆续有人慕名而来，客人就是看着包装盒上面的地址就找上门来。乡下人一般的待客知道，客人来了开始泡个茶聊聊天，配一些茶点。那当时候的茶点就是凤梨酥，后来形成一个真正正式开店的时候奉茶的方式来招待客人。维乐山丘他们的馅一开始他们就是主打纯凤梨馅嘛，所以他们并没有加一些什么麦芽糖啊，或者是冬瓜馅。那我觉得他们吃起来的凤梨的果粒感跟纤维感是很明显的，还有那个酸感，在你的口腔是很容易可以被分辨得出来的。
虾他们家做的是传统的口味，那他们用的是凤梨酱加冬瓜糖，把它制成凤梨酥的内馅，所以它吃起来比较绵。它没像维乐山就这么样颗粒啊、纤维的那个口感这么的明显，我觉得是他们最大的不同。烟西发这个饼铺，它已经开了100年的老店嘛。阿祖以前做的是传统的喜饼、糕饼，阿公那时候就是跟着阿祖一起做生意嘛，借由饼的这个产品，能够跟日本人有一个交流，所以说他就去日本学饼。阿公有这样的凤梨酥的概念，最主要是因为来自于他在日本看到了所谓的西式的曲奇饼，所以他觉得那个曲奇饼如果包上台湾的这种凤梨酱，似乎也是蛮有异国情趣的、英国情调的一个东西，所以他觉得把这两个家结合在一起，产生一个产品，延续到现在。我跟我先生，我是到他家做会计，他是在哪认识。我23岁就嫁进来了，所以就跑进来，就跑不开了，很累，就跑进来了，都没忍耐了，叫公公说喜欢就好了，叫别人偷偷来看我，不错不错不错。我都还没叫过来啊，听说有戏院啦，有餐厅啦，有什么都有。阿公以前是很风光的，好说我们很多的历史上面看到阿公啊、阿嬷啊、阿姐他们的穿着打扮真的是还蛮时髦的，现在我看起来都觉得很时髦。钱很多都放在那名称卡掉，都不会数的，都乱丢，钱很多，就是当一元钱都没有了，给人家担保，房子都替人家担保，都给人家拿光了，所以我叫过来是负债，我不知道他有负债。因为我拢爱去约钱啊，有姐姐啊，甲阮先生约到有当约无钱哦，约到翁仔某咱咧哭到，咱要安怎咱咧，啊无法度是搁找阮爸爸，阮爸爸都搁教养，甲阮弟弟都教养。阮爸爸我今办要搁爱钱啊吼，嘿啊，要安怎啊无，因生活你甲怎样无去啊，囝4个囡仔咧，啊要安怎等咧？我坚持下去，就变今仔日安尼。我好在我有坚持下去，把这原先那生意打起来，对小孩子都看在眼里，说我这帮妈妈是很坚强的一个人。没钱跑到有钱，没考到负债都还完了。你看现在都很舒服了，我小孩子都在身边了，很幸福了。我们现在很重要的一个凝聚的力量，就是来自于我妈妈嘛。因为我们从小看到我妈妈很辛苦，看到我爸爸很辛苦，所以说我们从小的很大的一个愿望就是让他们能够都不要这么辛苦。所以这个事情一直放在心上，只是那时候小时候没能力，只能下课就赶快回家包饼，假日就要去送货。我们家因为是一个工厂，没有邻居，我们4个小孩一直是很相互的扶持。那个家庭生活是我们小时候的愿望，
也让这变成我们现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爸爸严新发一直坚持下来，有一个部分是因为他想要让他的兄弟姐妹能够有地方回家过节。爸爸过世的那时候，事实上是不太有眼泪的，因为你有更多的事情要去想，要怎么去安排。那整个所有的安排之后，你静下来，情绪才有办法上来。这时候妈妈的存在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后盾。坚持的，阮大官放我一句话啦，阮大官吼，原先我3个字袂使无的。在过去我们的经验里面，如果用凤梨酱的话，会比较硬一点，比较干一点，所以我们需要调和一点冬瓜酱，它能够让它能够软硬度比较绵密一点的感觉，这样子。从以前阿公那个年代哈，就习惯这种软绵绵的这种口感，所以说我们就一直延续了这样子一个方式，在制作这样的凤梨酥这样。我们觉得说，既然有一个不错的产品，可以受到台湾人的喜爱，我们应该勇敢地走出去。品牌成立第3年，我们就在新加坡设了第1家的海外门市。当然挫折非常多啊。其实台湾人会觉得说，凤梨酥有一个跟农业合作的心力存在，可是这些东西到了海外，当地消费者是无感的。大概5、6年前，我们推出了一个全球果实计划，寻找当地也是很好的水果，把它做成像凤梨酥这样好的糕点。其实凤梨酥对我来讲是一个蛮重要的生命经历，是因为我第一次留学的时候是到日本去。那当初呢，我把这个凤梨酥拿过去的时候，本来我这些学长姐以为是1个人1颗。结果我没有想到是1个人1盒，结果每个人都大惊，然后之后就对我很好，所以凤梨酥其实是我打开留日之门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